夫人，克劳迪先生现在有客人，请您稍等。好。快开啊！取消不了。过他的钱我可以赔给你，只是要发那个银子吧。但你给他们，如果你出不起，那就还我来啊！克劳迪，我们还是改天再来拜访吧。不是说银子就可以解决，那还有什么问题？这2000包生丝，我在欧洲已经找好了买家。如果我不能如期交货的话，我的竞争对手就会趁虚而入，我在欧洲的信用会大打折扣。这损失算谁的？你以为我就没损失吗？唉，我除了要给你双倍的定金以外，那2000包生丝我可能永远要不回来了。神，我以为你和其他的人都不一样，我没想到。我还是再等一等吧。那请您这边稍等。我骚人暗算，我现在也没办法，我再不相信你了。我向你道歉，该赔给你的银子，我明天就找人送过去。你只是损失银子了，我是损失牌子了。你再加10倍赔偿，也弥补不了我的损失。沈少爷在里面，我知道。我不配跟我们做生意。你和他，我和他对不起，不会再有任何挂钩。滚！克劳迪先生，你现在是不是急需2000包生丝？我们吴家的主营业务就是生丝，或许我可以帮你。你可以在10天之内，把所有的生丝送到上海吗？可以。我们一般最多只能给你出到310两银子，超出这个价格我就亏本了。克劳迪先生，这个价格我也会亏本，但我还是可以答应你。不过，我有一个额外的条件。你说。我想跟你签订10年的协约，今后10年，你只能从我这里采购生丝。啊，不行，万一你给我告价格呢？我们可以在契约里约定，同样品质的生丝，我的价格不能高出市价，一旦高出，你有权在其他商人那里购买。但是同等品质、同等价格的生丝，你只能向我购买。我们这样吧，我们先把这个单签好。如果这次顺利合作的话，那我就签你们的10年约。如果这次不顺，一切免谈。行，先签了这一单再说。少奶奶，我们吴家什么时候主营业务变成了生丝？现在。你刚才答应给人家2000包生丝，我们到哪儿去找？这湖州不是盛产生丝吗？我们现在就去。湖州距离上海也就1天的车程，为什么克劳迪跟沈星移不去？因为他们知道湖州的生丝价格绝对不止310两一包。我不管湖州的生丝是什么价格，我都必须拿够2000包。那不是净亏吗？王世军，你身为吴家的大管家，做生意怎么能够只看今年？要看就看10年。10年？
就算350两银子一包，2000包，我们共亏8万两。如果克劳地洋行愿意跟我们签10年订单，10年，就算1年只挣1万，这8万也回来了。如果克劳迪只给我们签了1年的订单，那我们该怎么办？我相信只要我们足够完美，他会愿意跟我们签约的。好，就算克劳迪跟我们签了10年的订单，那么他洋行开不下去了怎么办？你看看上海这繁华，像是生意做不下去的景象吗？从昨天到今天，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商号店铺，哪一家不是欣欣向荣之气？王世军，你还担心什么？你将来怎么面对沈星宇？相信我，我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你还有问题吗？最后一个问题，采购2000包生丝需要现银70万两，我们到哪儿去找那么多现银？我们是没有，但有一个地方有。哪儿？银行。快！少奶奶，这里面那么多洋人，我们是不是要谨慎点啊？我若像你这么胆小，那我现在还在街头卖艺呢。少奶奶，70万两银子，就这么到手了？这还得感谢沈星云，他昨天的推荐，要不然这经理也不会如此之快的信任我。这洋人做事也太草率了吧？他们一点都不草率，而是非常的精明。此话怎讲？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机器织布的效益，因为对陕西机器织布具有信心，所以对连本带利收回那70万两银子也是非常有信心。这大上海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地方？他说的对，这上海真是处处繁华，处处生气。沈星一知道了，我们该怎么办？不管他，我们赶紧去买生丝吧。少奶奶，回来啦。
2000包生丝已经全部交接完成，顺利吗？非常顺利。克劳迪先生亲自验的货，但是其中有一角颜色略有偏差，我以为他会刁难，可他什么也没提。他是没看见，还是不在乎？这个我也不知道。少奶奶，克劳迪先生，克劳迪先生，那批生丝还没有上船吧？我们刚刚开始办了。还好，怎么了？我刚刚才知道，这批生丝里面有一角颜色有点问题。不会吧？我每一包都看过了。我们还是再看看吧，没这必要，我都已经开始搬运了。保险起见，还是先看看吧。行吧。快去。夫人，这批生丝的质量比我预料之中还要上档。就算其中有一角、两角质量不过关，我觉得也不碍事。找到了，就是这一角。你当时既然发现，就应该告诉克劳迪先生。抱歉，克劳迪先生，是我疏忽了。夫人，你不用责怪王先生，这点差异，不仔细看的话就根本看不出来。这么明显的瑕疵，怎么可能看不出来？没关系，我能接受。我不能接受。对不起，克劳迪先生，我不能把这样的生丝卖给你。其他的中国人给我卖过那个生丝，比这个差远了。别人怎么卖我不管，但是从我手里出来的生丝，必须是最好的。那你就把这个角就换掉吧。不，要换就换整包。王世军，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花多少钱，1个时辰之内，必须把这整包生丝给换了。好。对不起，克劳迪先生，耽误你的时间了。要不这样，这包生丝我不收钱，算我免费送给你的。夫人，这包生丝我一定要付钱，而且我希望与你尽快签下那个10年的订单。可是，我们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你还愿意跟我合作？夫人，我到中国已经5年了，我一直在寻找你这样的商人，我今天终于找到了。谢谢你的信任。那我们今天晚上庆祝一下吧。好啊，但这顿饭一定由我来请，也让我这个中国人尽下地主之谊，也庆祝我们合作成功。好啊，我们中国人喜欢热闹，你多邀请几个朋友来参加。那我把商会的朋友们都叫上，也顺便介绍你跟他们认识。非常乐意，谢谢。春信，春信，哎，快，把我那2身漂亮衣裳找出来。怎么了？一会儿我要请洋人吃饭。你要请洋人吃饭？王世军回来了吗？回来了。王世军，王世军，少奶奶，什么事儿？你和福来赶紧去准备一下，要让那些洋人知道，他们想要买的任何东西我们都有，他们想要卖的任何东西，我们都可以帮忙卖出去。你的意思是，要那些洋人知道，我们吴家的生意商行遍布中华，而我们经营的货品包罗万象。是，就这意思。可是怎么能让这些洋人相信呢？你动一动脑子啊，让他们不得不相信。我明白了。少奶奶，这2身穿哪个？这衣服原
来是要传给他看。我刚刚和吴夫人完成了一笔生丝交易，她的为人和经商之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打算跟她长期合作。Claude，你真是幸运。怎么了？你还没跟那个陈老板谈好吗？他一文不少，怎么谈？怎么了？比利想采购一批绿茶，但是还没找到合适的。比利先生，或许我可以帮你。我在中国的湖南有几片茶山，茶叶的质量都非常好，价格也都非常低。真的？我可以先提供一些样品给你，你先试试，我保证你一定会满意。哼，夫人，你可解决了我的烦恼，谢谢。谢谢。干了。吴夫人，原来还做茶叶生意。我们除了生丝和茶叶，我们的主营业务还有瓷器、药材、丝绸，还有洋布。只要是赚钱的生意，我们都做。老肉先生，你想要什么货物尽管开口，我能帮忙的一定尽力。我不想买什么，但是手里有一批现货，正在寻找买家。不知道夫人可不可以帮忙？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事情，能赚钱的，我们都做。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倒可以谈一谈陕西的经销权。要谈，我们就谈中国的经销权。我怕你做不下来。老瑞欧先生可能对我们还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陕西吴家在中国有几百家商号，从上海到迪化，从广州到黑龙江，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我们吴家的招牌。哦，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因为中国人做生意向来低调。我的中国的朋友告诉我，吴夫人正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商人。恩柔先生，就算你没听说过陕西吴家的名号，但是我们陕西吴家的货品，你一定用过。你看，你们的餐布，在每一张餐布的角上，都有“民妇”二字，而民妇洋布，就是我们吴家的产品。还有这个瓷盘，在每个瓷盘的底部，有安吴杂货，这就是我们吴家所代理的瓷器。还有这间餐厅，它不仅备有洋酒，还有中国酒。在那边的酒架上就有3种中国酒。古沁酒是我们吴家淮安酒坊所酿，淮安酒我们吴家也有参股。至于那玉妃稠酿，玉妃稠酿酒曲就出自泾阳吴家。谢谢。不错。尝尝我们中国的酒。夫人，我要跟你合作。这是我的荣幸。夫人，除了茶叶，我还有其他生意和你谈。非常荣幸。原来你在中国竟然这么有实力，看来我与你签约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也是我的荣幸。对了，后来那个
沈心怡又来找我，她想弥补，但是我已经告诉她我与你签约了，所以，那他是什么反应？她很失望，也生气了。我们签约不会影响你和他的友情吧？不会，我和他本来就不应该有什么友情。来，喝酒。You know, Chinese women appear really strong. But the truth is,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are very different. Chinese are extremely conservative. And if you do business in China, you're sure to have problems. A lady should not behave that way. Claude works with her. Very smooth. All Chinese think the same way. 他们是在说我吗？他们是说中国人是保守固执，他劝 Billy 和 Lario 不要跟你合作。你不用理会他，他才是保守固执的。他已经到中国很久了，从来没有跟中国人做过生意。是吗？你们中国人也许觉得这是伤风败俗，但其实这是我们西方人的一种交际方式，仅此而已。如果你觉得尴尬，我可以陪你离开。啊，不。霍斯伍先生，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Go ahead. You expect that? No. 克劳迪先生、比利先生、劳瑞欧先生，初次见面，不胜荣幸。Cheers。你真的是中国人？我可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你跟其他的中国人不一样。其实我和他们都一样，在生活中都比较含蓄，但骨子里，我们既不保守，也不固执。你改变了我对中国女人和对中国的看法。哦，还有，我会考虑我在中国的生意。太好了，非常乐意和您合作。我也是，夫人，你在哪里学习的跳舞？啊，这是一个很久以前的朋友教我。哦。我在武汉下船，你们从陆路回陕西，我跟蚕商谈好之后再回来。湖北谈完之后，你再去趟湖南，比利要的茶叶，波斯乌要的瓷器和药材，你都一起定下。知道了，如果价格合理的话，我就把下一季的生丝和茶叶全部定了。这个由你来定。我有话跟你们少奶奶单独聊几句。
为什么？为什么不辞而别？无话可说，只能不告而别。你胡说！为什么要抢走我生意？是你明确告诉克劳迪你无法交货，我才进入的。但是你以这笔生意为突破，让他跟你签了10年的契约，断了我今后10年的财路。沈少爷，上海的洋商不止克劳迪一个，你可以寻找另外的生机。对，上海的洋商不止克劳迪一个。你为什么针对我？我不过是见到生意顺手做做而已。上海商人这么多，你不过是凑巧撞在了我的刀刃上。周莹，你为什么要来上海？我为生意而来。不，你是为我而来。沈少爷，你太看高你自己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问你，当我离开金阳前送你那幅画的时候，你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当我在电报局与你偶然间相遇的时候，为什么你的眼里全是泪水？当我抱着你在舞台中间旋转的时候，为什么你看着我那么陶醉？是，我承认，我对你有过那么一点动心。但是在知道吴家军需案真相之后，那一点动心和我们之前的过去全都消失得一干二净。什么意思啊？吴家东院被人陷害，家破人亡，罪魁祸首就是你爹沈四海。你在说什么？我看到了当年军需案的全部卷宗，有人匿名举报，说吴家东院军需作假，说亲眼看见吴卫文用松香代替血节，而这个人就是你爹沈四海。你爹还亲口指证，说沈月笙因为不愿与吴家东院同流合污，才被吴卫文指使手下杀害。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是胡志存陷害我爹，现在我才知道，那个最卑鄙狠辣、害我吴家东院家破人亡的凶手，就是你爹沈四海。沈心怡，要是换成你，在知道这一切真相之后，还能和仇人的儿子谈情说爱，还能若无其事地计划未来吗？高奶奶，该上船了。我并非铁石心肠，你对我的感情，我不可能无动于衷，但吴家对我却是再造之恩。现在你我之间，不仅仅隔着我寡妇的身份，也不仅隔着我在神堂前的誓言，更有一段血海深仇。从此以后，我们山高水长，好自为之吧。周莹，你听我说，这件事情一定是搞错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请你回去转告你爹，只要我周莹在世一日，这仇我就一定会报。天注定，地注定，我们会老。蝴蝶在沧海哭了多少？故事已经开始沉醉，释放的爱如此
今晚回来吗？不知道。他真有那么忙吗？不知道。老爷回来了。老爷，这怎么了？夫人，老爷在地上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啊！何香，快去给老爷舀汤。梁妈，快去给老爷拿毛巾。小林子，快去给老爷打盆水。哎，你们哥俩也回去歇着吧，累得不成形了，这不需要你们了。是。哎，你也太不珍惜自己的身体了。赵大人，吴夫人来了，你见不？你没看见吗？老爷都累成这样了，怎么见人？那我让他明天再来。哎，人在哪儿？我让他在书房等着。小姐，你怎么坐在地上呀？老爷呢？夫人，你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回来就来见你了。赵大人，你这怎么了？汉江发水，我也刚刚忙完，没事儿。我寄给你的东西，你收到了吗？如你所料，军需案的确有冤。我仔细看了，那沈四海的控诉前后矛盾，但却被全部采信，并成为最后给吴卫文定罪的关键证据。是，佟掌柜明显是屈打成招，还有胡志存的供述也跟其他人的供述完全不一样。赵大人，我现在郑重向你申请，重审此案，还我吴家东院，还我爹一个公道。可现在不可能重审，也没有办法还你们一个公道。为什么？连你都一眼看出此案的所有人都在胡说八道，那些刑部的老爷们，那为什么还要全盘采信？他们都是睁眼瞎吗？他们并非睁眼瞎，他们是胆小。我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此次主持军需案重审的是贝勒爷，就是他一意坚持，才让军需案如此匆匆结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是我爹得罪了他？贝勒爷在泾阳有个商号，叫龙生河，就是与沈家合股的龙生河。沈月生、沈四海、龙生河、贝勒爷、军需案。难道说沈四海为了给沈月生报仇，通过龙生河找到了贝勒爷，卑鄙构陷，最终导致吴家东院家破人亡？不仅仅是为了给沈月生报仇。那天杨之焕说了一句：“以前跟吴家东院做生意的人，现在都在跟沈家做生意。”他们还顺手夺走了东院原来的生意。沈家所谓与龙生河合作，其实就是沈四海将自家的3成股份拱手让出。但是以沈四海的为人，这完全不可理解。但是如果联系军需案以及吴家东院的生意，这一切都顺理成章。那他们就可以瞒天过海，陷害吴家了。因为那个贝勒爷，现在比以前更加位高权重。所以你不敢动他。勇敢在这个时候毫无意义。我只想要一个公平，能有多难？你以为我不想给你一个公平？你以为我没有递奏折？我的奏折递到了军机处，就再也递不上去了。好，既然你无能为力，那就让我来吧。哎，
你想干什么？上京城告御状。你疯了！我就不信，天下之大没有说理的地方。你知道你要告的人是谁？你知道他跟皇上是什么关系？我不管，哪怕以卵击石，我也要讨回一个公道。以卵击石，粉身碎骨，全军覆没，这样讨回一个公道有何意义？周莹，我向你保证，有朝一日，我赵白石一定还吴家东院一个公平。但是现在，的确不是时候。你相信我。好，我可以等，但他们夺走吴家东院的生意，我要全部夺回来。你想要沈家倾家荡产？哼，我已经在这么做了。周莹啊，一定要这么做吗？要。你这么做是完全不给沈家留后路啊！我就是要让沈家无路可走。到处树敌，不是经商之道。我并非到处树敌，我只是与沈家为敌，这是其一。其二，吴家和沈家早就是生死仇敌。我不这么对他们，他们也会这么对付我们。所以吴家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将沈家压垮。但沈家和龙生河乃是搭档，龙生河的背景深厚，我怕我们得不偿失。不怕，我们吴家所有的生意都是堂堂正正。那龙生河就算是有心陷害，也是无处下手。啊，对呀，二哥。你担心是多余的，这次我都算过了，周莹啊一定会大获成功，你放心吧。好吧，既然你们都没意见，那我也同意。王世军，你即刻向所有客商宣布我们最新的条陈。是，少奶奶。味道很香醇。那边还有别的吧？看看啊，老板，我这儿还有更好的茶。哦。星儿，什么时候回来的？不提前打个招呼啊？回家了吗？你娘和你奶奶知道你回来了吗？吴家的军需案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说什么？你在中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这话什么意思？是你一手制造了吴家的冤案。谁说的？吴家的军需膏药当中根本就没有作假，是不是？既然吴家东院没有作假，你为何要冤枉他们？说吴家用松香代替了血检？为了给乐生报仇。你凭什么说吴家东院的人杀死了大哥？你别忘了，乐生就死在他们吴家的仓库里面。既然大哥可以进那个仓库，那其他人也一定可以进得去。肯定是乐生发现了他们作假的证据，他们就杀人灭口。既然吴家没有作假，何来作假的证据呢？
吴家根本就没有杀死大哥的理由。但魏文自己都承认了，是他指使手下干的。所有人都清楚，刑部大牢里屈打成招的事情屡见不鲜。爹，你贸然报仇，害的不仅是吴家，也是我们沈家，你知道吗？是谁告诉你这些的？是周莹。他知道了。爹，我陪着你一起，我们去吴家东院坦白、忏悔，我们想尽办法帮助吴家东院平反，再一起找出杀死大哥的真正凶手，不好吗？不，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不，我觉得只要我们诚心道歉、悔改赔偿，这件事情一定还有转机的。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就算真的是我们错了，我们愿意认错。那个寡妇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那个寡妇告诉你这些的时候，她还说了什么？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好，既然这样，那就刀刃相见吧。爹，你真的打算跟吴家东院的人斗个你死我活吗？我也不想。但如此深仇大恨，只有你死我活，才能最终解决。而且我相信，只要贝勒爷在，我们沈家绝对不会被吴家打倒。你犯下如此大错，还指望贝勒爷包庇于你？你真的以为凭我个人的力量，就能把吴家东院倾覆？这件案子贝勒爷也有参与。吴伟文当年仗着他有后台，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把我们沈家压的是喘不过气来。如果不是贝勒爷，你早就死在牢里了，我们沈家早就绝后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既然那个寡妇什么都知道了，她一定会向赵白石禀报。但我们沈家现在还丝毫没损，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背后是贝勒爷。现在你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杜明礼那么贪那么毒，龙生河那么过分，我都不愿意和他们分手。我就是为了能保一个平安。这不是平安，这是一错再错，万劫不复。爹，回头是岸。既然如此，那你就跟那个杜明礼继续纠缠吧。我不玩了。干什么你？作为儿子，我想最后提醒你2点：第一，杜明礼是真正的毒蛇；第二，千万不要小看周莹。谦儿。
五一大红袍。哦。好。哎，听说二少爷回来了。回来了，又走了。回上海去了？我也没问。二少爷啊，真的是能干。你看这新月贸易行的生意啊，做得红红火火的。别提了，什么红红火火，银子亏了一大堆，哼，还把朋友给得罪了。哦，哎，杜老板，今日我来就是想请你帮个忙。新月贸易行有2000包生丝，被湖南官府扣了，现在还没发还，所以就想请贝勒爷帮忙问一下。这好办，也就贝勒爷一句话。就是。可是沈老板，这个沈家的事儿就是龙生河的事儿吧？贝勒爷出手那是顺理成章的。可是我听二少爷说，这个新月贸易行跟沈家没有关系啊。那是不是跟龙生河也没有关系呢？杜老板，这新月贸易行的确是星儿自己偷偷开的，连我都不知道。但是现在我已经将新月贸易行收回来了。今天我连印章都带过来了，马上可以签约。新月贸易行的30%股份尽归龙生河。可是沈老板，我知道新月贸易行前段时间可是狠赚了一笔呀。杜老板，这是新月贸易行之前的红利。啊，那贝勒爷那句话就容易出口了嘛。多谢杜老板，多谢贝勒爷。杜老板，对了，星儿临走的时候告诉我，吴家东院那个寡妇好像已经知道吴家军需案，你我在其中起了相当的作用。他知道又能怎样啊？他跟赵白石向来要好，而且现在又有姻亲关系。其他的案子，他或许能翻，但是唯独这个案子，赵白石他翻不了。为什么？这事儿你就不用知道了。那个寡妇已经放了话，她说要把吴家东院之前失去的生意全都抢回来。沈老板呀，我说你在商场上已经几10年了，你还怕抢不过一个寡妇？我当然会竭尽我所能，但是如果贝勒爷能够从中那个，是，我知道，于公于私，我都不会放过那寡妇。只不过呀，要扳倒那寡妇，首先得把他那把保护伞给打喽。赵白石，但他现在已经是巡抚之尊，还贵为朝廷2品大员，要对付他，恐怕没那么容易。要是容易的话，贝勒爷也不用把我安排在这儿了。开市了！快，去晚了，工钱高的活就没了。快！来，让一下，让一下。
哎，机器织布局需要5名临时工，1天100文，有没有人来的？你们3个，哎，还有你们2个，来，跟我来。哎，沈氏米行，需要5个苦力帮忙搬米，5袋1文，有没有愿意来的？报名。龙井镇码头需要10名工人搬茶叶，10箱1文铜钱，有人要干吗？我。你们仨，来，跟我走，这边，来跟着，这。卫军书院需要1名杂役，管吃管住，1个月200文铜钱。哎呀，才200文呢，太少了。卫经书院这种地方能给得起什么价钱？我去。几分知己柳云云，命法为母分为子，中作界限始不分，民生器用，或兼于商农，医者不兼于养蚕，而难于树桑。若桑物一举，则蚕事自语。杂役，不守树而未论之种子，盘条压之在阶，修割之法，详列于后。滋生者当留心焉。先用乙丙丁刑，侧乙丁边，次用戊杂役，丙丁刑，杂役，来，过来。侧丁戊边。哎，刘先生，这是新招的杂役。好，你叫什么名字？大家都叫我小三子。家住在哪里？我没家了。那以后这儿就是你家，带他洗脸，安顿安顿。好。少奶奶，沈家现在大部分的客商已经转投我们，在我们商号拿货。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沈家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有没有沈心怡的消息？听说她离家出走了，去哪儿了？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兴许是少爷脾气发作了吧。少奶奶，没什么事儿，我先出去了。去吧。老爷，最近半年我们的客商流失了不少，到昨天为止，已经走了将近50%。50%？他们都去哪儿了？吴家。他用了什么招数？对于那些只做吴家生意的人，他赠送商号的股份，让他们死心塌地，永不跳槽。对于那些在我们2家都有拿货的客商，他卖10送2，买他10两银子的货，他还送2两银子的货。对于那些只在我们沈家拿货的客商，他无偿铺货，还给他3个月的账期。他倒是迫不及待地出手了。老爷，可不能让他再这么下去了。以你之见，我们该怎样应付？我们也可以赠送股份，他卖10送2，我们就送3。我们也到他客商那儿铺货，还可以把账期放到半年。其他都行，唯独股份，我们不能送。可是老爷，这很多客商都是冲他们家的股份才弃我们而去的呀。他这个法子表面上不伤分毫，其实却动摇了吴家的根本。因为他根本不是吴家的人，所以才敢把股份乱送出去。我们绝对不行。老爷，哎，
老爷，霍先生，谢掌柜，你来正好，你跟老爷说说你那儿的情况。那几个蒙古客商今天跟我摊牌，来年不在咱们茶行拿砖茶了，不和他们。他们转去吴家了？是，吴家玉龙泉给的条件更优惠，他们就跑了。老爷，不和这些蒙族茶商可是我们最大的茶叶商人，如果他们也跑了，咱们这生意没法做了。老爷，你得当机立断了。我们就不弄这些花头，直接来点实在的。谢掌柜，你去跟布和谈，我们直接降价，降价1成，到年底结算，再返利5分。好。明年再接再厉啊！辛苦兄弟啊！今年一定挣大钱。不和兄弟，是的，来，坐。胡老板，今天你好雅兴啊！走。一醉方休啊！今天，来喝酒。哎呀，不和兄弟，我不会喝酒。那你今天喝酒？今天我陪你一醉方休。好。够爽快，来喝酒！来，不和兄弟，虽然我不会喝酒，但是啊，我给你带来一瓶好酒，西凤酒。哦呦，西凤酒，这好酒啊！就知道你喜欢这个。胡老板，你上眼，看看我今天给你带来我们沈氏茶行新上的砖茶，整个泾阳都挑不出这么好的货呀！你瞧瞧，这是今年的新茶吗？不和兄弟，这茶可真是好茶呀！我要猜的没错的话，这应该是今年从湖南茶山订的货吧？我们玉龙泉的泾阳福茶也是从那儿出的货。这今年湖南的茶比其他几个地方可都要好啊！胡老板，你别忘了，我们沈氏茶行可是整个泾阳最老的字号。那是。哎，不和兄弟，这次你回老家，麻烦你给老爷子带声好，就说还记不记得当年在玉龙泉有一个小伙计，外号叫小鬼头的那个？小鬼头？你就是那个小鬼头啊？可不就是我吗？我记得我爷爷跟我讲，经常偷他酒喝的就是你呀！哎呀，不提了。来，这不今天特意给你带来一瓶好酒吗？来，一瓶酒算什么呀？胡老板，只要你继续在我们沈氏茶行拿货，我们老爷吩咐了，准备送你一份大礼。什么大礼？所有的货降价1成，怎么样？哎呀，真的！哎呀，我呀跟你们沈氏茶行打了10几年的交道，哎，你们沈氏茶行还是第一次这么慷慨呀！这沈家真是重情重义啊！要不这样，不和兄弟，你从沈家多少也拿点货，意思意思。你说这话当真？哎呀，我们两家打起来，这不也是为难兄弟你吗？再说你我是兄弟，我怎么会干为难你的事情呢？再说了，我们两家的货可都是一样的。哎，这价钱不也都是230文吗？多少钱？230文。哎，没错啊。我家少奶奶不是答应给你股份吗？这算上分红，是230文呢。哦，对，是230文，对。胡老板，这样吧，不拘你买多买少，我们再返利5分。没事，不和兄弟，你也不用为难，要不这样，你就在沈家拿货吧。不过，咱们可以谈一谈皮货的生意。皮货生意？哎呦，瞧我这记性，我忘了跟你说了，今年我家少奶奶准备在泾阳、长沙、上海各开一间皮货行。
兄弟若有兴趣，送你皮货行的股份，怎么样？哎呀，好啊，好啊！哎，你家少奶奶又是怎么知道我准备做皮货生意的？这不那日我家少奶奶请你吃饭，你与我家皮货行的掌柜闲聊几句，她就发现你有这方面的志向。再说，这贩皮货来，带砖茶走，一举两得。就算兄弟本无此意，少奶奶也会鼓励你如此这般。哎呀，这知我者莫过于你家少奶奶也。过奖过奖，客气客气。杜老板，你，谢掌柜，对不住了啊！杜老板，咱们怎么也是10几年的交情，你不能这样啊！你不能这样。哎，谢掌柜，我去年让你给我降价5分，你咋不念这10几年的交情呢？啊？行，你既然见利忘义，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要提醒你，有朝一日你要是后悔的话，可别来找我。哎，这怎么走了？哎呀，你说这不和兄弟，我这本来是好心，你说，哎，把事办成这个，没事儿。大不了不跟他做生意。说句实话，这10几年来，哎，他们沈氏茶行算得太精，着实累呀。哎，虽然赚了点钱，也不开心嘛，对不对？不和兄弟，我严某在此保证，跟我们玉龙泉做生意，既能赚到钱，又赚得开心。好，有你这句话。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能陪我喝回酒，我就更高兴。来，这我真不会。哎，什么不会？你不会也得喝。今天一醉方休啊！来，我当年娶媳妇儿，我也是滴酒未沾的。不可以这样。我说了一醉方休，你不会喝也得喝。来，先干了这一杯。来，不喝，签了5年。5年。辛苦了。没事儿。把严掌柜扶下去吧。好，伙计，把严掌柜扶下去。哎，王管家，这下回喝酒，还是你去吧。哎，好，我去。把不和这些蒙族茶商全部搞定，那么泾阳所有的砖茶生意，我们就占了80%，沈家只占1成。1成都不给沈家留下。我们积压了多少砖茶？24的有2000多箱，27的还有1000多包，39的，还有1500贯吧。10万多两银子。这吴家这么一弄，咱这批砖茶再想出手，难了。吴家情况怎么样？不，老爷，我都打听清楚了，他们采买了一批砖茶，明天就到泾阳。他们是从龙基寨上岸，然后转陆路，再发往蒙古。老爷，我这儿倒是有一个主意。你说。你只需想一个法子，让这批砖茶在船上待上1晚上，剩下的那就交给我了。这个简单，找个由头，把所有的苦力都调走就行了。那就成了。严掌柜，小花，哎，辛苦了。不辛苦。哎，这样，今日啊，你早点回去休息，啊。要不等这批货我们运上岸，
我再回家休息。这所有苦工啊，都去了另一边。这批货要想上岸，估计得等到明日。没事，不着急。那我明儿再来啊，明儿再来。好，走吧。都回去吧。走吧，走吧，走吧，兄弟，先回去吧。那批砖茶已经运到码头了，但是码头竟然连一个苦力都没有。据说沈家有一批皮棉要运往武汉，人手不够，把苦力都叫走了。晚一2日也不碍事。是，不和他们也是原定15之后才出发。叫严掌柜把所有事情都准备好，这批砖茶一旦上岸，立刻分装。少奶奶，不好了，少奶奶！快点，坐轿。来轿，上来吧。人都安全吗？船老大的人会水，都没事。我们的人也都被救了上来。怎么会这样？都怪我，如果我不回家，就不会出事了。把你留在这儿也没用。我在船上安排了人，发现情况不妙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船都靠岸了，怎么还会沉？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这儿还有。少奶奶，你看，这洞是让人用锯条给锯开的。没错，是故意被人弄沉的。多少茶叶进了水？5000箱茶叶，微星。少奶奶，15之前我们必须出发，不然大雪封山，我们就走不了了呀。 15之前，从湖北再运一批茶叶过来，来得及吗？来不及。傅老板，实在是对不住。哎，那也没办法，我们只有去沈氏茶行拿货了。今天只有这样了。那我们之前的契约啊，没问题，该送你的股份，我们依然会送你。好。 少奶奶，那我们明年再合作。明年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好，少奶奶，告辞了。那个小武、严掌柜，送送傅老板。告辞。韩先生，究竟是谁干的？不用查了。 肯定是沈家，王管家猜的没错，动手之人水性极好，能在水底潜行1/4炷香的时间，不用换气。江湖上有这个本事的人，只有黑龙堂。我问过了，黑龙堂不愿透露更多的信息，只是说泾阳有个姓谢的，托人雇他们干的。姓谢？没错，那一定是沈氏茶行的谢尚德。这黑龙堂的人手脚还算利索，就是指甲深了一点，前后一共收了咱1000两银子。哼，只要这5000箱茶叶能够卖出去，这1000两银子算值了。效果倒是见到了，最近3天来咱们这儿拿货的人比前一阵子多了不少啊。一共走了多少？已经走了300多件了。 还得再找几个大和尚才行。那是。老爷、掌柜，布老板来了。让他稍等片刻。好。老爷，这不，大客商来了。
玉龙泉的茶叶尽毁，所以他们今年只有从我们这里拿货了。是啊，而且他们必须得马上出发，要不然回去的路就没法走了。这说起来，所有客商中，他们应该是最急的。既然这样，你跟他们说：第一，今年我们不降价了，价格比去年再上浮5分；第二，他们必须和那个寡妇解约，跟我们重新签一份5年之约。这恐怕他们不会答应。不答应，那就1块砖茶都不卖给他，让他空手回去。好，我明白了。老爷，那我先过去。呀，包老板。呀，各位掌柜，谢掌柜，谢掌柜，谢掌柜。哎，老谢，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在玉龙泉订的泾阳茯茶已经全部到了泾阳，可是全部都泡了水。哦，没办法了，今年的茶呀，全部都在你这儿订。哎呀，来我这儿就对了，没问题啊。请问你们今年准备要多少？啊，这样，我们几个总共12万块。行啊，啊，那我给你们配上2000件24，行，1000件27的，再来上1200件39的。你看，一共是这么多银子。你不是说今年降价1成，这怎么又涨了5分了？嘿嘿，包老板，有句话叫随行就市，这都过去大半个月了，啊，价格肯定是有所变化的。那年底返利，不能返我5分，得返我1成。没有年底返利了。这都没有啊？我这还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得跟我签一个5年之约，5年之内，你只能在我们沈氏茶行拿货。但我跟玉龙泉已经签了5年，取消不就完了吗？那怎么成啊？那就不能怪我没法跟你做这个生意了。不做就不做。整个泾阳城这么多茶商，我就不信我揣着银子买不到货。我可以告诉你，整个泾阳，只有我这儿有这么多现货。你们最好早点拿主意。我们老爷说了，3天之后还要再涨价。哎呦，我喝，不喝，等一下，等等，不喝，要不就在这儿拿货吧。他在这里坐地起价呢，就涨了5分，我依然有赚的。是啊，我可受不了这个气。如果不听他的，那我们这趟就算白来了。是啊，我们这后半年1分钱都没有进账啊，这样下去不行啊！这也太不像话了啊！怎么能这样子呢？头几天说好了要降1成，今年怎么又涨了1成呢？你别跟我吵，这都是我们掌柜的定的。你要觉得不合适，找他去。没有这个道理啊！到底要不要？不要就走。你不要，我要。要就排队。看来我们还算便宜的了，只涨了我们5分。是啊，不合，要不咱们赶紧签了吧。刚刚在里面他说3天之后还要再涨价呢。是啊，不合。来吧，没办法。等3天再看看吧。哎，别等了，你看这么多人，3天后，他们家的货都卖完了，那我们什么办法都没有了。是。行了，行了，行了，让我再想想。不喝。慢点，慢点。已经跟那些棉农都说好了，把这些进水的茶叶直接倒到田里做肥料。哎，注意脚下啊！这肥料可真贵呀。慢点，慢点。哎，好，少奶奶。搭把手。哎，少奶奶，
这茶叶你打算怎么处置啊？扔了呗。啊，少奶奶，那你能送我几箱吗？老伯，这茶叶已经进了水，不能再喝了。你要喜欢喝茶，我让人再给你送几块好的。不，我就是要这进了水的。为什么？这茶叶好喝啊！这茶还能喝啊？啊，不信你试试。老伯，这茶进了水，又被太阳晒了几天，已经长出霉芽子了，真不能再喝了。少奶奶，你试试再说。啊，管家，请。谢谢。怎么样？好像比以前的茶香气更纯正，滋味也更醇厚了。前天晚上我茶瘾犯了，在船上也找不到茶叶，就将就。那进了水的砖茶我就掰了那么一点，我想啊，能顶一阵算一阵。没想到那滋味一尝，就放不下了。怎么会这样？哎，这茶一箱都不能倒。是。你准备拿这些茶叶去卖啊？当然。可是所有客商都知道我们的茶叶进了水，能卖得出去吗？我想想办法。